非同凡响，他们都是重量级的 coser。那究竟有多精彩？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一起来欣赏精彩的 Dota 2 cosplay 的表演。卓尔游侠，许多在森林中寻路的旅行者都说，他们见过一个美丽的难以置信的游侠在树林深处凝视他们。你听到的森林低语，其实是他命中敌人心脏的双动箭矢的破空之声。风行者射出的箭矢百步穿杨，他迅捷的步伐让人难以看清，犹如背后有风在推动。风行者用飓风般的箭矢群杀戮敌人，他几乎已成为自然之力本身。祈求者，他来自远古，比任何人都要博学，而他的心智还有余力让他去思考他无穷的自我价值，以及更多的法术。他在世界毁灭之时的漫长暮色中，用来自娱自乐的法术。水晶侍女莉莱出生在一个气候温和的地区，与性子火爆的姐姐丽娜一起长大。莉莱的冰冻法术变得愈发精湛，而现在她的魔法已无可匹敌。敌法师，他发誓不仅要消灭死亡之神的魔法师，更要将魔法这个词从世上抹去。狙击手，射出这发子弹的枪手将成为伟大的人，但也将被流放。狙击手鹰眼因此离开了他的人民，被他自己的技术所诅咒，在剩下的预言实现前不得回来。他必须成为战场上的传说。圣堂刺客，拉纳亚圣堂刺客，一直行走在对万物的探求之路上。他有一颗渴求知识的心，在他杀死的敌人的眼中，他逐渐看到了一直在追寻的秘密。剑圣，没有人见过主宰尤涅若面具下的真面目，甚至有人认为他没有脸部。他的内心和他的表情一样难以理解。对于一位曾2度失去一切的英雄，主宰永远不知疲倦地战斗着。他相信胜利必将到来。火女，秀逗魔导士丽娜和她妹妹水晶侍女莉莱从小就合不来，他们从童年开始就你来我往的争斗，成为了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丽娜非常自信且骄傲，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抑制她的火焰。痛苦女王，她以品尝禁忌之痛为乐。你的死亡让痛苦女王重获了自由，不再被奴役。她将肆意地向世界挥洒她的痛苦。好的，感谢所有的 coser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 Dota 2的 cosplay 的表演，掌声送给他们。
的确是非常过瘾的 Dota 2的 cosplay 的表演。那在欣赏完表演之后，咱们又要回到咱们的下一个活动主题了。是的。那我们知道 Dota 人代表的是我们千千万万的 Dota 玩家，其实就是在场的每一个我和你。那在这其中呢，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 Dota 人。没错，他就是我们的职业电竞选手。是的。他们聚焦在镁光灯下，为了 Dota 不断的努力着。在介绍他们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一起来看看我们都是 Dota 人的故事。那是我打职业以来最怀念的一年。那些年有很多收获，但更多的是遗憾。那一年是中国 DOTA 最辉煌的时代。当我朋友带我去网吧打 DOTA 的时候，我发现，整个网吧有2/3的人都在打 DOTA。其实我挺怀念当时和舍友一块看比赛的日子，或者说电话大战什么的，所有人一块围到我这儿来看，特别热闹，觉得。最累的一次就是1个星期之内坐了10几次飞机吧。因为他们曾经完成了时光网的伟业嘛，然后被很多中国的 DOTA 玩家所熟知。那么每次他们去做活动，那个活动现场肯定是爆满的。人数比较多的是西安交大和上海好像是上海交大吧。就突然说到我要退役的事嘛，然后突然之间全场肃静，看到那么多人挽留我，也算是一种成就吧，我感觉。那时候确实眼睛很湿润，然后非常非常感动，能感觉到对 DOTA 的热情吧。就是当时因为毕竟 DOTA 是最火的那个团队竞技项目嘛。第一天的这个战况还算是比较的顺利，各个中国队都还是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第二天的这个瞬间，可以说是局势直转即下，几乎是一天之内整个的中国军团就全军覆没，仅只留下了一根独苗eHome，而且已经掉到了败者组。1年之前eHome在 EFWC 上面全胜夺冠，可以说是震惊世界。但是没想到在1年后的 TRE 上面，中国战队会被打得这么惨，我们都没有想到。当时论坛上铺天盖地的全是对中国队的质疑，我就是在问中国队到底怎么了。在我们觉得中国战队要全部被淘汰的时候，eHome给我们带来了惊喜。他们一路从败者组杀了上来，咬死一个算一个，当时就是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平，也姿态放得很低。你是落后于其他战队，你的战术水平上呀等等的不领先其他战队，你就应该抱着这种打别人不敢打的东西，打到淘汰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赶上了。我觉得我们当时能够一鼓作气的拿下这么多的强敌，也跟这种就是背水一战的这种气势有很大的关系。直接拆基地了，因为我们战队即便是买回也无力夺取。当然还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没有把这个冠军带回中国。那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历历在目，遗憾会让我更加努力的。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喜欢eHome，也并不是因为说eHome有多少明星选手啊，多少个冠军啊。我觉得大家更看重eHome的是那种精神，就比如说永不放弃的那种精神。我想大家可能不会忘记eHome经历过的那些失败，但是正是这些挫折，给我们eHome留下了更多的一个勋章。820刚刚担任 LGD 战队教练，完成了 DOTA 人生的又一次华丽转身。他将继续燃烧自己的热血与激情，铸就 DOTA 2下一次的巅峰辉煌。DC DOTA 2金牌主持人及解说，退役后成功转型为 DOTA 2代表人物。
他将让更多人领悟 DOTA 2的魅力，成为我们的兄弟。国士无双，目前效力于 DK 战队，仍然是 DOTA 2最闪耀的明星之一。为了多年来那一份对冠军的希望，他正在努力训练，冲击 TI4的冠军。传奇还在延续，巅峰从未远离。愿与所有 DOTA 一起守护经典，直至永恒。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这支战队到底是哪支队伍了吧？他就是我们的10冠王1Home。掌声有请1Home的成员们，他们是71、DC、820、老鼠、357，请大家到舞台中央来。其实再回首之后，我们看到1Home的成员虽然没有到齐，但是重聚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大家都会有感慨，特别是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关注 DOTA 的所有的玩家，我看到已经有好几位都已经是眼眶有些湿润了啊。357是属于神经比较坚强的。好，那在我身边的大家应该都认得出来，都叫七爷是吧？好，那来跟咱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刚才那个2个短片我确实都没看过，看完之后，确实挺有感触的。恍如隔世，恍如昨日。我那个还是那个人见人厌啊，人见人爱的71啊。前一句是实话啊，开个玩笑。那今天应该说这个老兄弟们又站到一块儿了，然后咱们刚才又看过了那些年1Home拿过的冠军、战斗的日子。然而我知道你现在应该说走了一圈吧，现在又是回到了 DOTA 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目前在干什么？在 DOTA 2的这个游戏里，你现在正在做着怎样的努力？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俱乐部经理让不让说。不用特别具体。目前在给一个战队帮忙做教练那你觉得就是说，作为教练，你可以带给另外一支队伍一些什么东西？从1Home那里可以继承到、学习到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先说1Home吧，因为1Home是就像820和 DC 说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我们10年能拿10个冠军，不是那么容易，就是除了能力上、心态上以外，我们自己也有很多付出。我觉得是这种精神是一种魂，就像最后你们注意看，大概是从10年之后，我把1Home的 logo 改了，底下有一句 slogan， 上面写的是 The One and Only，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种王者的气质让
10年的eHome能走得这么远，我觉得我会带着这个魂在我现在的队伍里，让它一直走下去，让它一直延续下去。好的，应该说eHome的这种精神，每一位eHome曾经的成员都是继承到了。那我相信咱们这个台上最重量级的eHome的成员啊，其他人无法匹敌。来，咱们的这个女主持 TT 有什么要问的？DC 老师特别喜欢我，想找一个身材差不多的。把这么重要的角色分配给我，这个完全没有心理防线的准备。那 DC 老师，你觉得，我适不适合在 Dota 2的这个环境里发展下去？以我的 Dota 的实力和我的解说的功力以及主持的实力，毫无疑问，如果你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是有什么需求，可以找我寻求指点嘛，对吧？我们等会儿私底下可以来认真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不知道 DC 老师有没有微信神马的？这是 Dota 发布会，不是非诚勿扰，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 DC 老师一直这么久，一直在这个电竞的圈子里面帮助和提携新人，然后指导各个战队。那你觉得我们的这个 Dota 2今后在中国这个发展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趋势呢？相信经过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正式的公布发布之后啊，大家对于我们 Dota 2在国内的这个前景会更加的乐观。从我自己来讲，也是这么多年坚持在 Dota 的这个舞台，在 Dota 的这个世界里面，翱翔嘛，对吧？虽然看上去好像有点飞不动的样子，但是呢，其实也确实是因为，在这个游戏越来越快餐化、越来越休闲化的时代，像我这种可能陈旧的追求酷炫、追求超越自我、追求挑战极限的那种精神，不是那么的被人认同。但是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在像过去自己从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追求梦想到真正实现成功的道路之上，走得更加的更加的遥远。Dota 2赋予了我真正意义上超越平凡的力量。谢谢 DC 老师，不愧是知名解说，口才特别好。但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时冠王时候朴实无华的 DC 永远离我们去了，换到现在一个伶牙俐齿的胖子。是。其实刚刚毕叔在节目在我们上台之前也说到了，我其实特别激动，因为我从小也是看着毕叔的节目长大的，他是我踏入电子竞技领域的这个原因之一，对吧？而且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什么报仇当时就报。常年的游戏职业生涯呢，也让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和遗憾，它赋予了我也超越常人的度量，但是你看我的这些小伙伴们很不科学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和遗传有关。来，接下来咱们下一个问题问357。那其实刚才视频里我们有看到，当时 TI1 的时候eHome是在败者组，等于是一路翻上来，最后拿到了这个亚军。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事情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应该是在败者组的第2轮吧，我们碰的是 M5，是第2轮吧？那个他们选油滚那场吧？不是 M5，我们前去大力那一盘。好，两位老年人在笔记里啊。然后那场是我们前期已经非常的劣势，就是换做现在的来看的话，应该是快投降了，但是当时就是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就是如果输了就没有再打下人的机会了。我们当时所有人就是没有互相指责，没有什么，都是寻找的机会，然后找一点点的翻盘机会，然后对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终于翻盘成功。然后经过这场比赛之后，我们所有人才有继续往下战去的勇气，越战越勇，所以能走到最后亚军的位置。虽然说决赛输了，有遗憾是有，但是走到当时那一步，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比较成功了吧。好的，感谢357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这样的这种好运和翻盘的机会会继续伴随着你的职业生涯。好，下一个问题问老鼠。大家好。那这也是又分配给我的角色是吗？我来问吧，我把那个你心仪的帅哥放在最后留给你啊。那个老鼠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个绰号叫救火队长，就是在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刚被人了解的时候，就是四处灭火。你没有做消防员，非常的可惜。我知道你也是运动员出身，是吧？那我的问题就是在你的救火生涯当中，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你感觉自己发挥的也很好，然后把这个火给救下来了，然后又给战队做了贡献，当时特别得意，特别想喝2口小酒那种感觉，是哪场比赛？其实我在每个队伍的时间待的都不长，硬要说是救火的话，那就是说帮天路吧。
当时是要去1Home的前一天，然后就是帮天路打了一个Star Sword 6，然后我们面对的是当时国内第1的那个 CCM， 然后我们就是对面当时就是队长是周嘛，就是跟他们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第2盘玩了幽鬼，然后我们8分钟被破了1路，最后被我幽鬼翻了。那一场是我们爆发了一场5v5的团战，然后我方4个人都死了，对方4个人也死了，然后我跟周神的熊德单挑，然后我赢了。原来传说中的宇宙第一 C 终于找到了。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给我们的820，那这个提问的机会留给 TT。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巴老板也是以前的1Home 的老队长了。那从以前的老队长，一直到后来的这个 DOTA 的解说，再到现在的老干爹的教练，那巴老板在自己的心态上会不会有一个怎样的转变？我觉得的话，首先做教练的话，更多的就是一种职责吧，还有更多的要去用脑子想。而做选手的话，就是不停要打，不但是要打，而且还要去想。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种转变吧。然后大家都知道，以前我的辉煌是在1Home，但是现在的话，我想把这种辉煌延续到老干爹，我会努力的。其实这一群人一起创造了1Home的辉煌，我相信当年战斗的这段感情，以及在1Home所有的精神上的积淀，会伴随每一个依然是留在 DOTA 2的圈子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们接下来在这个圈子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一路走好，取得更多的成就。希望1Home的精神永存。谢谢5位。好的，非常感谢5位的发言。好了，那如果说 1Home 代表了中国的 DOTA 在世界上崭露头角，开始起航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人和他所代表的这支战队，代表了中国的 DOTA 在世界上的一个巅峰，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是的。到底这个巅峰是谁创造的？我们还是哪一个队伍创造的？我们来看大屏幕。好的，视频的最后是一个身披国旗的背影，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他是谁？让我们掌声有请周神。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刚才1Home的小伙伴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啊，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你职业生涯当中一个小小的波澜。周神早就把他已经忘记了，是吧？周神看得很淡。怎么说呢？1Home可以说是我的前辈，在我没有打职业的时候，我最崇拜的队伍就是 1Home。好，那我们知道周其实是也在多支的这个俱乐部效力过，然后也拿到过非常多的荣誉。那 TI2上你是当时 IG 的队长，然后你们拿下了这个到目前为止 DOTA 2当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冠军。那给我们谈一谈那一届的比赛当中你比较难忘的事情。说到 TI2 那个夺冠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 IG 的成绩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那个有个水友，就是很多水友给我们排名嘛，就是 IG 世界500强之外。
然后当时 Iceberg 邀请我们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要邀请 IG 这支队伍去代表中国参加 TNR 预选赛？然后我们也是内心，我们都是一群热血的青年，我们内心非常的不甘，我们就想一路冲上去，拿到这个冠军，证明自己给大家看。最后你们做到了。是的。那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男人，生活基本上是2部分，一个是事业，另一个是，还有一个是什么？他的事业就是DOTA 2。周，你知道其实我跟就是这个电竞圈里有一位女性的关系特别的好，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我的女朋友。哎。那其实今天的话，在现场也为周神准备了一份特别神秘的惊喜。哎，这段 VCR 只属于周神一个，请全场听我口令：3、2、1，闭眼。今天这个座位就是给你留的。总是忙不完的训练，忙不完的比赛，现在是忙不完的解说。最开心应该是去厦门旅行嘛，毕竟是4年来唯一的一次旅行。记得有一次我得了急性肠胃炎，周知道以后就赶紧赶过来看我，一路站过来的，站了8、9个小时。我想告诉你，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在身边陪我。有你的日子，当它变得更美丽。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我会在这里等你。好的，那怎么样，周神？我本来不让大家看，结果都看了。那在看完之后，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隐私的东西，不是特别想说出来。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此时此刻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非常感谢游戏风云为我拍了这么一个宣传片，这些片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我在现场也是跟观众朋友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宣传片，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想说，其实我打DOTA 2以来，我得到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份爱情。其实周，你知道吗？苏苏只比我大了3天，所以我特别的了解她的秉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非常好的女孩。其实一个男人最大的幸运就是他能娶到一个好的妻子，跟他相伴一生。所以我希望周神能够真的用心的经营这份感情，珍惜这份感情。好的，在这里，我希望所有人跟我一起祝周和他的女朋友能够一生幸福，祝福你。谢谢大家。好的，谢谢周神，请到场下休息。
好了，那么先前上来过的 eHome 是代表了启航，那么周晨和他当年夺冠的 IG 巅峰，代表的是巅峰，而如今 Dota 2到了2014年，我们依然是要努力的继续的奋战下去，有很多的世界大赛在等待着中国的顶级的 Dota 的玩家们。那么接下来的这群人，我想他们应该说是代表了现在正在努力的所有的 Dota 2的中国的顶尖的力量，他们到底是谁？那接下来再一次请大家来看大屏幕。My nickname is Chuan, and I am from Team Invictus Gaming. 再次一个刀了，比赛有点崩盘。直接夺冠大招，在吸人吸血，直接秒掉好，这边地法师继续杀 K 两个地面的输出全部秒掉。GG， 挡掉这个 BKB 开的速度非常快，小当家被留住，直接秒掉。现在泉水已经无法阻止攻击战队。排冰杀给了1，皮卡拉中2个人完美 combo。Take your trophy, our winner zero of the Red Bull EMS won VG Gaming。直接上了高地，杀王又是杀掉了GG。好了，毫无疑问，他们就是现在正在奋战在第一线的中国的 Dota 2的最顶尖的职业力量。是的。接下来我要请上的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是来自老干爹战队、来自 DK 战队、VG 战队以及 IG 战队、牛逼战队以及 ACE 联盟的代表，有请。好的，感谢各位来到台上。我相信你们是作为这些战队以及是我们联盟的代表，那为我们的这些队伍能够更高的提高水平，然后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都是付出了非常多。那今天我身边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如如。那作为在DOTA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唯一一位的女性经理人，跟我们谈一谈你对DOTA 2这款游戏以及你经营战队的一些心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我觉得 Dota 2是一款非常有魅力的游戏。我觉得Dota 2它就是一种人生态度。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其实我们从 Dota 1时代其实是属于那种没爹妈的状态，到现在完美代理了 Dota 2，逐渐的赛事变得更多了，然后。在跟 ACE 联盟的共同努力下，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这点我感觉我们也有信心。然后，我想对在座的各位，还有就是电脑前的各位说，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号召自己身边的朋友都来玩 Dota 2。因为 Dota 2需要更多的玩家，需要更多的观众，而且我们的俱乐部也需要更多的粉丝，更需要就是职业后备军。谢谢。好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平时的比赛都是台前的选手，但其实和幕后的这些经理、领队，还有我们联盟的工作，希望你们以前的努力能够被大家记住，希望你们以后的努力可以让中国的 Dota 2在 TI4上能够再一次取得辉煌。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大家。
好的，其实我们的 Dota 2不仅仅包括了我们的职业的电竞选手以及他们幕后的经理人，当然还有一类人，他们一直在陪伴着你们，那就是别卖关子了，说们。哎，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3位解说。之前我说过了，我是看着他们的比赛长大的。这3位呢，我是听着他们解说，看着他们的视频长大的。3位都是重量级的解说啊。第一位，多年以来一直为 DOTA 圈宣扬正能量，他就是，掌声有请，有请海涛。好的，接下来第2位被广大玩家和业内人士称为酒神，他就是2009。第3位是个女生，著名DOTA明星解说，也是去年首次在 TI3 露脸，迎来无数好评的美女解说冷冷。哎，凭什么妹子从我身边就走过去了？西雅图的眼泪，冷冷啊！好，这个咱们按这个上台的顺序吧。好的，好的。那其实这3位一直在 DOTA 的圈子里面坚持着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解说，已经很长的时间了。那我想问一下，3位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坚持和怎样的一个心态，能够一直坚持着为大家带来精彩的 DOTA 的视频，以及现在的 DOTA 2的？因为喜欢玩游戏呗。然后对于这款游戏一直有非常大的热情，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热情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会显得非常的干瘪苍白，会让你很难坚持下去。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比较自傲或者说自信的一点就是，我热爱 DOTA， 其他没什么。好的，谢谢。接下来问一下酒神啊。我没有听清，我也没有听清，你们能统一一点吗？要干嘛？等等，选一个代表，你啊，其他人安静。在一起？什么在一起？他们说的是那个，就是有网友恶搞做的那个段子，什么不能忍什么的孤陋寡闻了啊。行了，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听2009啊，最近我听说你在 DOTA 2方面开始很下功夫，对，决定要做一些举动，对，然后去超越，是吧？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我在那个视频里面说了嘛，就是今年可能要做一些突破嘛，然后就努力的去尝试新游戏，就恶补 DOTA 2了一下，然后一天玩个10多场，输个10场之类的，比我还多一场啊。对，然后就我们做解说，像涛哥他确实是非常热爱这个游戏，我觉得现在解说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职业了，就是我可能虽然没有老板，就是没有人限制我的一些自由，但是我觉得我那些粉丝就是我的老板啊！我觉得我必须得把我的活干好。好的，希望你给大家带来精彩的DOTA 2视频，然后11场比赛里面，下次再来的时候汇报成绩是赢10场，不是输10场。对，我觉得有机会。好，最后我们要提问的是冷冷。那其实问题很简单了，这个从西雅图到现在。感觉自己 DOTA 2的不管是玩也好，还是解说也好，怎么样？有哪些变化？然后作为一位女性解说，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男粉丝，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好吧？这里要感谢大家。从我去西雅图到现在，
真的很感激大家，因为也知道我从幕后，迈到了幕前。现在的话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DOTA 的一些心得，然后跟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真的很荣幸，也很感恩。我真的很感激 DOTA 以及 DOTA 2赋予我的一切，所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一个打 DOTA。好的，谢谢冷冷。我相信到最后一个打 DOTA 的肯定就不止冷冷了，因为身边还有很多粉丝，还有一直和即将继续坚持到底的09。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有一场别开生面、非常生动有趣的明星之间的水友赛。不过呢，比较可惜的是，海涛和冷冷是要担任这场的解说，所以这2位呢是不能打了。好。大鱼人是吧？这个是什么梗啊？我不能忍。啊，不能忍是吧？好了，那请把话筒交给酒神，请2位去做解说的准备。那我们知道2009他刚才非常谦虚啊，说什么打10盘输个10盘，这不可能的事儿，最多输9盘。我们要给他挑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呢也必须要有前职业的经历。但是你们挑那个菜的说，你别说那太厉害了嘛。但是这个柿子不能太硬了，要找一个软一点的柿子。哎，对了，全身都很柔软的 DC 老师。来，站到09的身边，来，2位站好。我的菜就这么深入人心吗？不是，这个软是指你的身材啊，不是指你的实力。好，2位都是有前职业的经历，然后现在都是这个 DOTA 2的解说啊，我觉得实力基本骨相当。那接下来就是给你们挑选队友了。我们的队友是这样组成的：首先09有一位特殊的玩家朋友，这位玩家朋友呢是完美世界的 staff 啊，刚才在台上发过言。在2013年呢，也是参加了我们很多校园争霸赛，并且表演了2场，我还都亲眼看到了。对，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英雄。对，他其他英雄不怎么样，但是有个英雄特别厉害，发条菜，掌声有请。特别的会勾人。这个和大酒神一边，我觉得我们赢定了。您的乐观为时尚早，接下来继续来挑选队友。那下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4位媒体的朋友，他们分别是新浪的编辑陈飞勇、178的编辑黎洪天、编辑胡杰、超级玩家编辑刘岩，他们都封过你们的帖，掌声送给他们。那个底下应该咱们分配过了，哪2位是帮 DC 的，哪2位是帮09的，是吧？大家看一下，是正确的，对不对？哎呀，陈相啊！哎呦 ，DC 老师有点不看好你了啊！2只软柿子。他们2个是一个地名，你知道吗？城市的地名，漂亮 ，nice， 聪明，合肥。那是我的这个祖籍啊。好了，接下来的话，那边是4小伙伴了已经，这边是3位小伙伴。那咱们今天又请到了2位美女玩家。哎，这个一片绿中间要有点红花点缀啊！你是吧？开玩笑，其实不是我。我们有请2位美女玩家来到台上。我们的秀逗魔导师 Lina 和我们的盛唐刺客。那个谁是帮09的，站到09那边。要不我让着09一点，我带2个姑娘。
我想在这种时候09是不会同意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个空缺，那下面有2个选择，一是我跟他们一起玩，2是现场挑一起玩。大家都选择2一点是吧？好，我们让 DC 老师来挑选最后一位他队里的小伙伴。各位，我们还是客观一点，5000分以上的选手举举手好不好？有没有这么多？原来天梯的大神今天都来了，对吧？好，就你这一位，对了，胸口有图标的这一位，对的，欢迎你。好，简单的采访一下你的队友。你好，怎么称呼？我叫秋叶。秋叶是吧 ？ID 吗？不是，我真名。ID 是什么？我们要听 ID。大猫不客气。真的吗？我好像场上喊的声音不一样。我看你今天是穿的这个 A 队的队标来了，你是来踢馆的吗？不是，我就是比较喜欢 A 队。好的，那么希望一会儿你有机会能够展示一下属于 A 队的专属英雄幻影刺客，好不好？好。等一下，到这里我就要来公布一下我们比赛的规则了，因为这个和天梯有没有5000分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比赛规则是屠夫5对5中路大战。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9个屠夫加1个大鱼人？你看勾过来，你可以抬5个，真的。我觉得我就是中间那个球吧，好，那这场比赛我是比较看好 DC 这边了，因为有2个人都是使用屠夫作为本命英雄的。那我们的规则是15分钟，哪边的击杀数高，哪边就获胜了。所以友情建议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在水泉其实就是一种贡献。好吧，那请我们的所有的选手到比赛房，正儿八经的准备一下啊。好的，那么这场比赛也会由海涛和冷冷来为大家进行。没错，那在他们准备的时候，咱们请海涛和冷冷再次来到舞台中间。好，马上一场勾肥大战就要开始了。你们俩刚才坐在那边偷笑，我也看见了。那你们觉得这2支队伍哪边胜出的概率大？要给一个实质性的，就是正儿八经的科学的前瞻。我觉得胜负手上来的那个观众手上了，真的，因为两边你看，就09打 DC， 然后2个编辑，是吧？然后这个差不多，最后呢，蔡总跟那个观众水平，谁上谁下，谁强谁弱，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冷冷，你觉得呢？我觉得有大鱼人在的那边，估计没戏。这个大喘气儿啊！事实上，我觉得在这种局面之下，大鱼人想要晕到很多人是可能的啊，但是想要晕完之后进行输出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大鱼人上去，然后别人说下面呢没有了，没有啊。对，想要7进7出是不太可能了。进去就出不来了。好，那接下来的舞台就要交给这10位小伙伴，还有2位解说了啊！希望你们给我们带来这场精彩的勾肥大战解说，同时也告诉现场的观众，咱们的官方的限量版的僵尸的这个信使，现在正在预售当中，而且在我们的外场现在的存货，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就要赶紧抓紧时间抢一波了。那现在比赛正好也是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好了，那接下来我和 TT 就先退场休息一下啊，那舞台就交给2位了。
么这么多人进来了？我换密码，我换密码。密码换一下，密码换一下。密码换一下，密码换一下。换个密码。密码太容易猜了。本地啊。刚才也是本地啊。好，冷冷啊！前面在 cosplay 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这盛唐刺客出来的时候呢，人气特别高，你发现没有？有。然后呢，他掀起了2个高潮，一个是出来的时候，一个呢是把面罩拉下去的时候，对吧？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看法，我觉得盛唐刺客之所以那么迷人，就是因为有，不是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不好看。就你得给人一些想象的空间，突然把面罩，是吧，摘下来了，就想象空间就不足了。我怎么觉得你跟我说这个话别有深意啊？喂，我没什么声音，我这有声音吗？这麦有声音吗？哦，好像有一点点声音，那你拿这个吧。我们只是看到有感而发。就为什么剑圣人气这么高，就因为他遮着面呢？万一剑圣面罩一放下来，是个虚空假面的脸。好，我看一下哈，我们这。好，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现场的挑战赛，马上就要正式的开始。我们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看看我们导播能不能切进来。好，这边因为我们这个主画面可能还是要稍微调试一下，那我们这场比赛要稍微等待一会儿。那这会儿呢，我又是把冷冷请到了台前来，给大家作为派送礼物的这个现场的女神送礼物啊。好了，那我们看一下主办方的诚意啊，放了多少个礼品在台前？怎么说？诚意够不够？感谢我们16级的小小啊，升了3级大招，然后给我们拿上了10个鼠标垫，10个来自这个赛睿的 QCK 家的 Dota 2 logo 的纪念版的鼠标垫，有没有想要的 ？OK， 冷冷10个人，你选，你想，全交给你吧。咱们一个一个点，点完一个说清楚，上来一个，不然容易弄乱啊。有没有我的粉丝？我来看看，挑几个英俊潇洒的哈。都特别英俊潇洒。那位戴眼镜的同学吧。
什么颜色衣服？你跟我说。灰色的。灰色的，左边那个对，穿卫衣的，哎，对，好，第一位。哎，不是，其他2位不用动啊，是那位已经上来了。对，点到的直接上来。女玩家。怎么突然发现有些男生的声音就变细了呀？这位吧。哎，您不是这位，灰色的已经上来了，不好意思啊。那位戴帽子的银色帽子的女生。哎，又来了5个鼠标啊！恭喜！那位拿包包的同学吧。三叶草上来。这个很会利用自己的道具啊！现场还有什么3个了道具？赶紧举起来！越奇葩越好。把同学举起来，我也不介意。请大家坐好，以免发生这。拿到他的那个标志的包包的那个。有一个谁的包上面有 DOTA logo 的那位。哎，等等，你刚刚数了4个，怎么已经上来第5个了？那你是三叶草，您呢？我们说的是三叶草。算了，你就留着吧。5个了，现在5个了。那位拿伞的妹子。哪个伞？说清楚。那位。就是那个金色的伞是吗？道具也可以带上来的。6个了啊！咱们先送这轮鼠标垫啊，待会儿鼠标咱们再想另外一个办法送出去。还有4位。那位拿那个海报的，都他有全英雄海报的。对，戴眼镜就是你，举着左手的这位小哥。好的。还有3位。还有3位啊！哪边声音比较大？那后面的观众，等一下啊。那举的是个什么啊？绿色的衣服，还是就是你？绿色衣服，哪位是绿？后面那个戴帽子穿绿衣服的，对。不是你啊？你是绿衣服吗？你选的是他吗？你的衣服要带上来啊！不是那儿。刚刚是你举的绿色的那个衣服是吧？好。你确定是他就可以。1、2、3、4、5、6、7、8，还有2个。这样，我们看到游戏画面已经差不多了，剩下2位加快进程啊。好，行。后面有个拿 iPad 的那位同学，最后面的就是你，就跳的那个。这边举白衣服的那个吧。好，其他人先请落座，大家注意安全。接下来还有5个鼠标，不要着急啊。据我所知，鼠标好像比鼠标垫贵一点儿。好，大家等一下还有机会的，还有5个鼠标要送出去。好，我们的游戏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精简一下我们的发奖仪式，也不提问了。你们今天被选中就是你们的运气，你们就是靠运气赢得了团战，好吧？我觉得大家上来自取一下吧，上来自取一下啊。上大陆的是吧？好，有机会举我。可以了，请大家拿着礼物到台下继续欣赏比赛。这本来6个鼠标，怎么逗你的？下去吧。好了，5个鼠标我们会在今天最后的环节送出，就摆在这里了。谁要偷偷拿了，你们赶紧喊啊！好了，冷冷请到解说席。那接下来，
请大家欣赏比赛。另外告诉大家，我们的僵尸信使正在预售中，我们一起来看比赛。好，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一场水友赛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啊！对，果然出现了一只大鱼人，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出现了。是的，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叛徒。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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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两边的选手。好，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两边的选手的套装情况。从套装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屠夫这个英雄的熟练情况啊，熟练程度。这边果断的只有一位选择了套装，然后在出门装的时候，两边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夜眼这边啊，套装，哎呦，几乎每个人都有套装啊，豪华的套装啊，光龙钩就有2把，不对，一把，还有一个碧玉钩。但是在出门装的选择上，两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出门装的。对，这边显得专业了很多啊。首先，5人中路团圣殿指环必带，对吧？对。然后5人中路团恢复头巾必带。没啃出一个。然后5人中路团，尤其是屠夫也必带。对。不过没有带针眼哈。没人带针眼。估计要被排。是，没事儿，他可以放自己这边的高地上。谁敢来排？大鱼人，大鱼人被勾过去之后就排眼。对，晕的那1点几秒，赶紧排 A 一下，然后待会儿再被人勾过去，再晕一下，再 A 一下。好凄凉啊，说的。然后这边有人卡兵，这第一路兵线已崩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技能啊，而且哇，夜眼这边分工有序 ，DC 勾过来，分工是非常的有序，有一个人哇，勾过来一个。蔡总，然后大鱼晕到3个，勾过来，小豆腐，往上去，塔在打，一个开始烧，被塔打了一下。是需要注意的是，10屠夫中路对决的话，这个腐烂是可以叠加的，有圣殿的一方明显现在占据了优势，因为他们蓝可以恢复，而现在天辉这里没人出圣殿，这个非常尴尬的事情。而且大家普遍在等级比较低的时候呢都很短，所以现在就是看稳准狠了，然后呢恢复非常的重要。有几个节点呢是比较重要的。第一，看哪一边先出秘法。第二是看哪一边先出那个灵龛啊，影之灵龛，这几个装备非常的关键。灵龛的话是给大鱼人再出啊。是，所以看到现在都是在让09来补刀，让他出装备。这应该如果在屠夫心上。这鱼人就是个外星人啊！勾过来一个，有没有人烧？鱼人过来，晕4个，勾一个上来，被塔打有点危险。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鱼人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它的主要作用是定位。哎呦！勾过来，英雄救美了。这是女生吧？没错，这个屠夫应该是一个女孩子，而且现在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哪边的人头多，她还不敢自杀，这个非常的尴尬。
我觉得对于 DC 这边来说的话，他必须要拟定一个战略，就是谁现在上去补刀，谁来出什么装备。现在两边的补刀方面，感觉夜眼方更多的时候都是在想着我要勾人，我要勾一个人上来。哇！妹子感觉危险，要送一血了。差一点点，但是另外一边蔡总啊，这边的妹子要送一血了。啊！哎，你发现没有，两个都是被小兵击杀的吗？这乱军从中小兵立功了。大鱼人果断是出了一个圣殿。刚刚后面那个屠夫死的经验中间是没有混到，中间没分到。对，但是这边天辉这边的话是吃到经验了。是两边现在哪边这个先有一个3级屠夫相当关键。然后在加点方面，我们看一下啊，鱼人前期的补刀还是比屠夫要好补很多啊。是，在这种局面之下，鱼人回头还是应该要升一级这个加速，不然就像我们之前说的7进7出，进了就出不来了。他马上3级了。你看这走位非常的猥琐，哎，勾上来一个，但是勾上来一个的时候，自己周围的队友一定要注意，要黏住 DC， 啊 ，DC 勾上了，漂亮，再勾一个 ，DC 又下去了，哇，漂亮，队友，哎，我发现这个妹子走位非常好，对，哎，这边，两边都是拿妹子来做突破口，又勾了一个。勾过来 ，DC 一个打2个，不愧是屠夫是本命英雄的男人。好，这边队友掩护了一下。丞相这个位置自杀了，漂亮。但是人头还是算了。是人头还是算了，现在是6-3，09方领先。现在大鱼人确实这个补刀犀利，对，大鱼人前期一直在补刀。DC 老师现在是自杀也不是，然后补刀也不是。队友养了一个吃树。大摇杠粘上。他已经快到了吧？把力量手套扔下来。哎，这一勾相当之精准。迷路了，这位。不，这个时候体现的其实是视野的重要，我们是能看到他们。目前击杀数最多的应该是我们 SG 的这位边界。哎呀，换位，硬生生是把屠夫打成了 VS。这个位置，DC 老师完美补刀。是的，DC 老师现在把人头是逐渐的拉了回来。哎。178的边界啊，被看到了。没人看到，没人看到。一个隐身单位勾过来，勾过来一个丞相，而的丞相这个位置没能救着。勾回来 ，SG 这一位4级了，4级等级很高，经验很多，钱也很多，480。4杀被终结。是，目前大家的人头还是拉不开差距。这位大鱼人无减肥之后做了什么？做了一个零勘，然后努力撑肉。他知道被屠夫勾过去有斜，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对面是4只屠夫会烧你。好，我们这个妹子卖了个小萌，大家不要怪她。大家都在卖萌啊！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勾过来一个，来自于新浪的编辑。鱼人踩了3个，但是没有机会勾。啊，刚刚一个勾到队友了。勾上来一个。屠夫。迪斯老师完美走位，躲了一下。
哇，救了一下队友，但是这边又被勾过去了。迪斯老师深陷敌群可不是好战略。2位屠夫上来挡刀。现在总经济大鱼人肯定还是遥遥领先。好，鱼人开始要发难了。好，勾上来，这一次不错。哎，又被队友救了。勾上来，蔡总跟 DC 互拼。啊，这个队友勾到了鱼人，是开着新的2道塔自杀。过来，这你能忍？有鞋子的这一位178的编辑，178的编辑居然有鞋子。哇，直接越塔。直接越塔，09双杀。不能忍。我们发现在这种局面之下，这个定位真的是很强啊。可以。人群当中7进7出。迪斯老师 TP 出来买了一双鞋子，人头瞬间被拉成了11比6。是，随着大鱼人的等级越来越高，到6级的时候，这个减甲的一个效果对于屠夫这种比较肉的英雄，相当于是屠夫这个英雄呢，他的肉是体现在血量特别高，是的，但是他护甲其实挺低，对，所以大鱼人被减甲了之后效果很明显。对，不知道冷冷平时玩屠夫玩的多不多？我很菜的，屠夫玩不好。哎呦，勾上来，2个勾，2个勾，下来的这一位完美补刀了，勾上来，这个位置又来一个。这个必须要腐烂把它控住，小心鱼人。大鱼人晕了一下 ，DC 非常漂亮的走位。哇 ，DC 老师一个人冲在最前面，然后他给了一个屠夫后面大豆腐补刀，再救一下队友鱼人。哎，我们发现没有 ，DC 老师这边现在实行的策略是分而包围之。大鱼人，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勾一下，3杀4杀，有没有暴走？啊！到塔下了，红危险啊！但是自己的4杀是被终结。是的，刚怂了一下。他刚才那个位置其实摊了一下，他还想回头拿这个人头，但是没有想到蔡总这里是回头直接一勾把他的4杀终结。是他到塔下之后有点虚，对方的屠夫是勾。我们看一下大家的有没有出现一些关键性的道具。林堪第一个关键性道具出了秘法。这边 SG 的这一位编辑前面杀人杀了很多，所以迅速出了一个秘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哎，夜眼方的秘法也已经到手。哦，09选的出的是一个假腿。但是在这种10人中路作战的时候，切假腿好像没什么作用。一勾漂亮！哇 ，nice！ 加速服逃掉，有没有位置？有没有神给个位置？看这个位置，哎，这是勾引吗？对，差点。但是中路在自己的队友前期追人的时候，中路崩了。现在人头我们发现已经是15比14，对，基本上拉平。然后我们距离比赛结束还有4分钟倒计时，还有4分钟，两边的经济和经验其实差距并不大。但是现在一旦是有一个人升到6级，哎，有6级了，有6级。蔡总这里6级之后没有升大招，这个手抖了吧？因为屠夫到6级的时候一定要升一个大招，不然的话，就是你勾过来，然后还是一样照走，你很难定位住。对，而且现在有一种战略就是你在人群当中，你去咬住他，然后你队友在后面就等于是定位了。屠夫大战的时候没有定位，其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勾过来，漂亮！有没有控制？再来一个，咬住！你就这个位置，漂亮！再接一个勾 ，nice！ 感觉迪斯老师这里有机会可以反超了。连续2个勾过来，大家塔下。另外一边反杀勾过，18比16。是的，非常漂亮。另外了，
这个时候有叶眼的气势，气势如虹啊，刚刚完全不一样了。没错，还把眼排了。是的。其实前期感觉09这一边是占据了巨大的优势，而且他的补刀一直遥遥领先。我们发现没有，37个补刀，但是中期开始似乎在作战时候的策略出了一些问题。DC 老师不愧是一个战略大师，我们发现他们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之下用了两次，第一次是一个队员绕后，另外一个从斜边包，另外3个人中路突破。第二次是一个队员，引着对面的2个人跑了，然后中路4个人突破4打3，漂亮，勾过来，漂亮。漂亮，救了一下队友，有没有下一个勾可以把人又勾了一个过来？这一次咬住4个人围着，来你勾啊，我围着你了。虽然说大鱼人现在能点灯，但是现在自己是没有什么输出的机会的。这边，往往你勾过去，别人一个，自己要死。一个钩子的伤害，漂亮，完全靠钩子的输出带走了一个。DC 老师跟09开始对刚。DC 老师。让你知道，我要教你做大人。魔棒喝了一口，果然是教你做大人。这边快有钩子 CD 了，回头踩一个，应该有机会可以勾过来，逃不掉了。这边是妹子正在大杀特杀。我们看一下，目前杀人最多的是 RN 的不对，是豆腐，然后这边是09和 SG 的边界。是时候美眉教你做大人，美眉只能教你怎么生孩子，不能教你做大人。距离比赛结束只有1分钟了，1分钟的时间，4个人头能不能够成功的挽回来呢？勾过来一个，扳回来第一个人头，但是转眼之间，这时候就开始火拼的节奏了。2个人头，还差2个人头，有没有机会翻盘？哇，这边勾回来一个，但是自己的队友损失了。鱼人还差1个人头，鱼人这个位置大招 CD， 夜眼方的人显得稍微有点少。扳平，又拉回去一个，人头数不相上下。DC 老师1个人，DC 老师。人头扳平，还有的状态，还有5秒钟，5秒钟，5、4、3、2、1，时间到，23平，戏剧化的一幕，23平，这是主办方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有没有加时赛？我们待会儿有台上的加时赛，游戏内的部分到此结束，请两边的。我们所有10位的队员来到场上，也请2位解说来到我们的舞台前。好了，这边09队和小伙伴们站在一起，解说站在中间啊。然后咱们这边的 DC 队，最后的比分是23比23平。加入了一个大鱼人之后的屠夫大战，果然打出了这个不同的新意啊！大家觉得好不好看？但是因为胜方和负方的奖品价值上有一点区别，虽然我知道各位其实不是很在乎这点人民币的差异，但是我们还是要分个胜负，所以我们最后的加赛就是 BOE 的石头剪刀布，有请2位选手09和 DC 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听我数3、2、1，好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耍我玩呢！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准备，石头剪刀布，好，大鱼人险胜屠夫 DC， 这样的话，恭喜胜出方就是09代表队。那有请我们的李小姐拿上我们胜方的奖品啊！赛瑞的耳机，颁奖嘉宾来，海涛给他们颁奖。羊刀耳机，
好，那请冷冷来为我们的第2名的队伍颁奖。他们没有输在屠夫这个项目上，输在了石头剪刀布的这个加时赛上。迪西老师心想，要知道是羊刀跟黑刀的区别。这是黑刀鼠标，也不错啊。这个时候有什么想说的？看在我这么惨的份上，要不冷冷你给我一个拥抱安慰我一下。好了，那到这里的话，我们的水友赛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10位的精彩表现，也感谢2位的精彩解说。那接下来马上要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好，先请大家到场下休息。鼠标是吧？鼠标在最后一个环节之后会送给大家。啊，我们的酒神留步。酒神7进7出，被勾了一个昏天黑地，来站到中间。怎么样？刚才那场用1个大鱼人奋战9个屠夫，有没有让你对 Dota 2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对，我觉得很刺激，就是每1分钟都感觉过得很快，很真实。对于大鱼人这个使用，有没有更多的心得？我觉得如果再给我玩一次的话，我就不会那个先出假腿了，我要先出那个梅肯保护我的队友。4个柔弱的屠夫需要大鱼人坚挺的保护。好，希望2009在接下来的这个 Dota 2的不管是游戏还是解说视频方面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内容。好了，谢谢酒神，请到场下休息。好了，到了今天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让大家惊喜的一个环节。是的，也就是我们的 Dota 2首部的电影 Free to Play 将进行中国地区的首映。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电子竞技在以前还是不被大家所理解的，认为是有一些不务正业的行业。但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电竞的从业者的努力，到今特别是我们 Dota 2的玩家，不仅可以享受游戏的乐趣，看到精彩的比赛，那同时也有了属于我们 Dota 人自己的电影。大家是不是应该把掌声送给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就是我们的这部 Dota 2的电影的首映礼 Free to Play， 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现场的嘉宾，大家有一个 Dota 2的 logo 的背景，他们会在这里完成这块 Dota 2 logo 的这个拼图，然后来启动我们的首映。好，那要请上的嘉宾，我们的第一组是代表了王者之师 eHome 的 DC 老师和357，掌声有请。有请2位为我们拼上第1块拼图。好的，谢谢2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周神来为我们拼上第2块拼图。好，第3块拼图来自于我们的战队代表，有请入入和 King。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解说的代表09和海涛为我们拼上第4块拼图。好，最后让我们有请完美世界的代表王宇明以及威社的中国顾问陈明印共同放入最后1块拼图。有请2位完成我们这个 Dota 2的 logo。随着最后1块拼图的放入 ，Free to Play 中国的首映仪式正式启动。
好的，谢谢代表，也请我们场下的嘉宾一起来到我们的 Dota 2的 logo 前合影留念，记录我们的 Free to Play 的中国区的首映启动。身手比较矫健的可以在前排蹲下啊。来，后面的女孩子上前一步啊，长得比较高的自觉蹲一下啊。好，请大家共同面向镜头，记录下这一美好的时刻。好，谢谢大家。那也请所有的嘉宾到场下休息，稍后和我们一起欣赏 Free to Play。那说起这部电影，在 TI3的这个比赛之后，其实在现场的观众是有福看到，但是作为中国的玩家，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玩家和观众都还没有看到过这场电影。那我在当时应该是也欣赏了大部分的段落。我觉得当时的感觉就是，整个人能够非常沉浸，然后很投入的看到最后结束。我相信接下来的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一定能够感觉到特别的享受，因为这是属于所有玩家自己的电影。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 Free to Play。好，同时我们的 Dota 2的官方推出的限量版的信使小僵尸正在限量预售中。那么在我们的现场还有少量，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趁电影开始之前赶紧去购买一下。